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渊。故事发生在中国云南省的永胜县。2019年2月8日这天，正值大年初四，到处都是新春喜庆的景象，不少人趁着假期拜访亲朋好友，其中一个就是唐雪。当晚，在参加了同学的生日聚会后，他被同学开车送到家中。当时唐雪25岁，身高1.70米，曾在军队服役5年，是名女通讯兵。退伍后在丽江市一家蛋糕店工作，这次趁着春节假期回到老家探亲。按照计划，2天后他就得返回丽江。当晚11点左右，唐雪一人行驶在一个路口时，遇到了相向而来的车辆。好巧不巧，对方车辆里坐的其中一人刚好是唐雪的同辈远方亲戚，名叫李德香，也是20来岁，是个身高1.9米的年轻小伙。当时正和另外2个朋友外出，由于道路狭窄，李德香的朋友就主动把车靠边停下，让唐雪一行人先行通过。可刚走没多久，李德香却突然冲了出来，把车辆拦停后，他愤怒地拍了几下车辆引擎盖，还口吐芬芳。当时唐雪坐在后排，她觉得李德香应该是喝多了，就没有与他纠缠，只是告诉朋友放自己下车，最后一小段路走回去就行。下车后，唐雪继续赶路，可这时李德香依然没有停止纠缠，一边追赶一边叫骂，直到跟了很长一段路后才掉头离去。走到家门口后，唐雪发现自己忘带大门钥匙，就致电父亲唐家勇回来开门。在听了女儿的经历后，父亲一肚子火，因为李德香这家伙已经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经常拦车恐吓别人。此前自己骑摩托时也遇到过，当时那家伙也是喝得烂醉，直到发现骑车的人是自己后才连忙道歉。后来接受警方问询时，唐家勇表示，之所以决定带女儿去见李德香，不是想出去找说法，而是考虑到2个晚辈平时很少见面，让他们彼此熟悉熟悉，就不会再产生类似的误会。穿过巷子，唐雪和父亲遇见了李德香。昔日一起长大的情谊，在此刻却无比尴尬。最初，李德香态度比较客气，表示了歉意。寒暄几句后，认为已经化解误会的唐雪和父亲2人就转头准备回家。当时2家人的住所只相隔300米左右，中间是一条狭窄的巷子。可还没走上几步，李德香就突然冲了出来，还踹了唐雪的父亲。没有任何防备的唐家勇直接倒在地上，这一踹也踹出了唐家勇的火气。他立即做出了回击，把李德香2只手反扣在一起，扬言要把他送回家给父母管教。3人直接扭打在一起，旁边围观的亲友费了很大劲，才将几人拉开。在唐雪和父亲回到住所关上大门后，气不过的李德香的火气并没有减少。他不顾朋友劝阻，用石头砸唐家大门。无比恼火的唐家勇直接给李德香的父亲打电话。到了12点左右，李德香被父亲带到唐家门口，被要求当面道歉。大年初四，李家和唐家2家人居然发生这么大的冲突，吸引了很多村民的围观。村里人透露，唐家和李家算是远方亲戚，唐雪和李德香2人的父亲经常一起喝茶聊天，2家人是抬头不见低头见，所以对这场冲突，父辈都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血气方刚的李德香却偏偏不肯。在对唐家父女道歉后，他觉得自己也需要一个说法，为此还被父亲当众扇了一巴掌。在跟随父亲离开前，他还留了一番狠话：今天我就在这里等着，唐家人出来一个杀一个，我要把他们全家都杀了。李德香的父亲回到住所后，继续和众人聚在客厅泡茶聊天。期间，李德香假装说要去院子打电话，结果一直没回客厅。离开前还带了一把菜刀在身边。来到唐家门口后，他一边叫喊，一边用刀砍砸铁门。
朋友发现李德香不在屋里后，马上追了出来，一直劝他不要再惹事儿。根据媒体公布的资料，唐雪一家的住所是3间连在一起的平房，当时还有其他亲人住在里面。由于唐雪的房间最靠近大门，所以她最先听到大门被砸砍的声音。忍无可忍的她从厨房拿了2把刀，一把削皮刀和一把水果刀，来到外面和李德香对峙。一看到唐雪走出来后，李德香情绪就变得更加激动，用力挣脱朋友的拖拽，朝唐雪的小腹用力踢了一脚。在昏暗的巷子里，两人直接扭打在一起。唐雪的父亲获悉后，直接拿着木棍走出来，准备加入打斗，但被李德香的朋友及时拉住。大概在1-2分钟后，李德香从巷子里跑了出来，并大喊：“把刀拿来，老子要和唐雪决一高下！”可话刚说完，他就倒在了地上。这时众人才发现他衣服上有大片红色血迹。在李德香跑开后，唐雪从巷子走回了家里，没有注意到巷子另一侧的状况。在唐家勇为女儿伤口上药的同时，李德香被送到了医院抢救，但最终还是不幸去世。死因是被人用锐器刺伤右胸部，伤及生主动脉，导致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李德香的父亲怎么也想不到，仅仅是一眨眼的功夫，儿子就永远离开了人间。案发2天后的2月10日，唐雪就被警方带回警局审问。半个月后，他以涉嫌故意伤害被批准逮捕。很快，案子就被警方移交给检察院。但审视卷宗后，检方认为整个案子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就2次将卷宗退回警方，要求他们补充调查。大年初4，男子死于同龄女亲戚之手。事情传开后引起热议，唐雪退伍女军人的身份更是让事情被疯狂传播。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唐雪的行为到底算不算正当防卫？对此，网友的意见是两边倒。按照法律标准，是否构成正当防卫，主要因素有2方面。其一即是是否超过了必要的防卫限度，其二是是否造成了重大损害。认为唐雪是正当防卫的人表示，一个喝醉酒的男子在年初4大半夜拿着菜刀去砍别人家的大门，这想想就觉得令人害怕。更何况李德香身高1.9米，又是体育生，如果当晚没人阻止他成功砍开唐雪住所大门，到里面大开杀戒，后果不堪设想。所幸这一次李德香遇到的人是唐雪，一个接受过军事训练的退伍军人。如果是普通女孩遇到李德香，也许早成为了刀下魂。而且在主观层面上，唐雪根本没有杀死李德香的意图，她已经预料到对方持有工具，所以携带刀具不应该是她防卫过当的理由。媒体公布的资料显示，唐雪在军队的职务是属于文职话务员，并非网友说的特种兵。退伍后学过烘焙，后来回到丽江一家面包店工作，还说希望自己将来也能开一家蛋糕店。案发前，唐雪每个月的工资是3000元人民币，不过因为表现出色，老板还贴心的给涨了2000元工资，希望年后唐雪能继续回去上班。案发时，唐雪已经谈着恋爱，很快就会跟男友结婚。家里人认为唐雪是个文静善良的女孩，根本不是某些人说的心狠手辣。她被警方带走时还叮嘱姐姐要好好照顾家人，自己很快就会回来。在案发后，唐家凑了6万元给李家，最初李家没有接受，后来通过李德香的姑父转交成功。但原本还算亲厚的2家人，因为这件事彻底反目。村里人透露，在一次喜宴上，李兆云还当众打过唐家勇。为了避风头，案发后唐家举家搬离了村里，前往重庆生活。案发8个多月后，完成证据整理和锁定的警方将案件移交给检方，希望他们能以涉嫌故意伤害罪起诉唐雪。这一次，检方认为唐雪存在故意持刀杀害他人的行为，满足向法院提起公诉的条件，
围绕着唐雪到底是不是正当防卫，有人列举了一些疑点。首先是李德香半路拦车的原因，他父亲前后给了2种说法。儿子小腿上有淤青，应该是被唐雪所乘坐的车磕碰所致。但后来他又改口说，那天儿子拦住唐雪的车是想提醒他们车开得慢点，因为村道比较窄，过年村里老人孩子比较多，可能儿子的声音比较大，情绪比较激动，从而造成了误会。但这2种说法都没有得到证实。关于自己儿子横行霸道，经常无故拦截他人车辆的事情，李德香的父亲直接否认。我儿子真要是个村霸，那为何出事前一直没被警察带走？李德香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很快他的个人资料也被扒了出来。当时李德香刚毕业不久，在一家建筑公司上班，还交了女朋友，计划当年结婚。父亲李兆云认为儿子性格内向，不爱说话，只有跟熟悉的人话稍多一些。唐家人提到村霸一事，纯属子虚乌有。他建议记者去村子里走走问问，看看大家对自己儿子的评价。记者走访时，多名村民表示，李德香身高1.9米，从外貌来看确实很有威严，但提到具体恶行，很多人都说不上来。案发后，李德香的朋友曾在社交媒体留言说，李德香为人不错，奈何就是总喜欢在酒后耍酒疯。根据目击者的描述，当时李德香拿着菜刀走到唐家门口后，朋友害怕会出人命，就从他手里抢走了菜刀。但对当时在屋里的唐雪来说，她并不知道李德香的菜刀已经被人抢走。唐雪打开房门，站在门口时，李德香挣脱了朋友的劝阻，用脚踢了唐雪的腹部，接着依然没有停手，导致唐雪多处受伤。在这种条件下，唐雪的持刀行为是法律允许的。在李德香从巷子逃脱后，他也没有继续追击，这就是为何部分网友会认为唐雪完全是正当防卫。可另一部分人认为，在跟唐雪缠斗时，李德香手上已经没有菜刀了，唐雪还持刀反杀，这就属于防卫失当。他大可以关好院门报警，让警方处理纠纷。自己拿刀出门理论，这个做法极不明智。甚至有人认为唐雪也许早起了杀心，因为以他的军事素养，他完全有能力杀死李德香。在案发10个多月后，当地检察院发布通告，唐雪的行为系正当防卫，无需承担刑事责任，他们不会起诉唐雪。对于认定唐雪是正当防卫的争议，官方的解释是这样的：首先，唐雪持刀出门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安全，并无不当。其二，李德香对唐雪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存在持续性而且非常严重的侵害。其三，李德香离开后，唐雪没有实施追击。最后一点，李德香和唐雪的身高体型悬殊，唐雪在厮打过程中因不能有效制止对方的侵害行为，所以才持水果刀挥刺，这是被殴打后恐惧和激愤的防卫行为。李德香的父亲在案发后曾表示，如果唐雪是正当防卫，自己就不会起诉。但后面具体有没有起诉，小渊我找不到公开报道。在被关押324天后，2020年时，唐雪申请了国家赔偿，一共18万人民币，包括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12万多元，精神损失6万元。唐雪表示，之所以在1年后才提起赔偿，是考虑到李家的心情，但自己和家人都因本案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自己常梦到带着手铐、脚镣回去指认现场，而母亲则坐在门口哭泣。出狱后，唐雪透露自己在一家甜品店工作，希望未来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甜品师，生活很美好，希望大家能好好生活，热爱生活。对于这起惨案，不知道大家有何看法？我是小渊，我们下期再见。